凉亭内，一男一女正惬意地品尝着彼此的甘露，丝毫没有注意到有几只丧尸已经靠近。而这一幕恰巧被尤金看到，他赶忙掏出匕首冲了上去。经过一番拼杀，尤金和史蒂芬妮终于是解决了这几只丧尸。可不曾想，被救的男人却是丝毫不领情。What the hell was that about? You just disrupted our date.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还要从上集说起。上集说到，尤金在史蒂芬妮的帮助下，偷偷的使用无线电台联系了亚历山大，却不料被墨瑟抓个正着。由于他们触犯了联邦的刑法，几人面临的将是审判和放逐。最后在大总管兰斯的运作下，4人虽然免去了发配，但却是需要到社区边缘清理丧尸劳作。就这样，他们在清理了3天的丧尸后，以西结的身体终于是扛不住了，他的病状发作得越来越严重。看到这一幕的公主便拜托史蒂芬妮，让他去问问兰斯，看看能不能让以西结去看看医生。史蒂芬妮也是痛快地跑去请示兰斯。就在这个时候，诺瑟带着2个年轻人从一旁走过，其中那个男人不断骂骂咧咧地催促着走快点，表示这里简直臭不可闻。Who the hell was that? 而另一边，由美子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拿着邀请函来到了国情办公室。她很想见到帕梅拉，想和对方谈谈能否提供援助的事情，可接待她的却是一个男人。他表示帕梅拉公务繁忙，现在没有时间见他。见到对方这么讲，他只能提出想先看看尤金等人，可男人却将尤金几人触犯法律的事情告知了他，并表示短期内是见不到他们的，他们需要将未来扩建的区域清理干净才能获得自由。也是直到现在，尤美子才知道尤金等人的状况。接着他提出想和兰斯面谈，可男人依旧表示见到上司是需要预约的。没办法，尤美子只能先离开。他找到弟弟想了解下这里的刑法制度，可俩人还没聊上几句，几个风暴兵便走了过来，直接当着尤美子的面带走了汤米，根本没给他俩说话的余地。这可把尤美子气个不行。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是在扩建区找到了兰斯。Hey, I need to talk to you. Where the hell is my brother? He's fine. That wasn't my question. 只见兰斯一脸淡定地说道：“你的弟弟今晚就能回家，只需要安静地等待几个小时就可以。”尤美子不明白对方在卖什么关子。兰斯接着说：“你们需要援助，而且你还想让那几个触犯法律的朋友获得自由，对吗？这可不是小事情，但我会帮你们。别问那么多，你的弟弟今晚就会安然地回到家里。”尤美子不是傻子，现在她反应了过来，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在帮他们，要说没有图谋，他是不会相信的。兰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是直接摊牌地说道：“以帕梅拉对你的看重，你以后的地位肯定是联邦的高层。所以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这个理由似乎很符合逻辑，尤美子一时也找不到怀疑的理由，她现在只能是选择相信兰斯，安静的等待。而尤金这边，他们还在清理着丧尸的尸体，3人都十分的疲惫。Much gratitude. I see you've done all my work for me. 以西结赶了回来，看他的状态似乎还不错，还给3人带了棒棒糖。You don't want one? Oh, I have had several. So how was it? Good as new. 随即他转身感谢兰斯的照顾，医院不仅给他打了抗生素，还安排了点滴。Glad everyone's okay. 兰斯简单的客气了下，然后就开始分配接下来的任务。他让史蒂芬妮带着尤金去清理北边的扩建区，以西结和公主则跟他去下一个地方。就这样，他们4人又开始了牛马劳作。史蒂芬妮对这里很熟悉，所以他带着尤金沿着北边前进。俩人走着走着便看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那个公子哥和女朋友正吻得热火朝天，尤金赶忙冲了过去。好在丧尸的行进速度很慢，他们冲过来完全来得及。而那个公子哥和他的女朋友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丝毫没有打算帮忙的想法。尤金这边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是解决了这几只丧尸，可万万没想到，那个靓仔一脸不爽地走了过来。What the hell was that about? You just disrupted our date. Excuse me. We just saved your life. We have private security for that. 史蒂芬妮担心他俩起冲突，便想拉走他，可尤金压根不惯着这货。There's no reason to be so rude, Hoss. Hoss? Oh my god, sorry, I'm just not used to talking to a plebeian. 这时，史蒂芬妮注意到不远处一只丧尸正朝着这边走来，她想提醒尤金，可俩人还在掰扯个没完没了，根本没空理会他。眼瞅着丧尸离公子哥的女朋友越来越近，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拿着长矛就冲了过去。女人大叫一声，因为血液溅了她一身。Stupid bitch! Look what you just did to my girlfriend! 尤金忍不了了，你敢骂我的女神？
直接给了公子哥一拳。Oh my god, what did you do? This guy was being, well, an asshole. 史蒂芬妮很慌张，他似乎是知道公子哥的身份，开始不断的道歉并请求原谅。这时兰斯和墨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公子哥一脸愤怒的开喷：瞧瞧这两个蠢货干的好事，吓到了我的女朋友，还冒犯了我，特别是你墨瑟，最大的过错就是你，刚才你跑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有丧尸差点咬到了我们？还有那个低贱的平民居然敢对我动手。刘金想要解释两句。 Did you hit him? Yes, but What the hell are you thinking? Don't you know who that is? 最后，刘金被关押进了牢房。原本以为联邦是一个规则性很强的地方，但现在看来，这里和末世前一样，规则永远是针对那些没有背景权利的人。这时，牢房的门打开了，兰斯走了进来。他先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尤金看了一会儿，接着开口说道：“那个公子哥是总督帕梅拉的儿子，你当时救了他，本应该成为英雄的，但却被你自己给搞砸了。原本你就是戴罪之身，现在要想出去的话，那可不是单单进行劳作处罚那么简单了。如果你能够诚实地讲出你们来自哪里，具体的路线，我可以想办法让你无罪。”尤金摇了摇头，他不可能出卖亚历山大，所以婉言谢绝了。兰斯叹了口气，惋惜地说道：“那真是遗憾，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新家了，而你的同伴们也要自谋生路了，我不会再帮助你们。”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 If I were to disclose those coordinates, what guarantee could you provide for my community's safety? Look around. Think how we've treated you. All the chances you've gotten. That's not a direct reply to my query. Up to you. wait. 思量一番后，刘金妥协了。虽然不知道兰斯打听亚历山大做什么，但应该不至于对家里有恶意。5天后，兰斯带着一支小队抵达了亚历山大。达里尔他们还以为有敌人来袭，纷纷拿出武器准备战斗。 Wait. We're all friends. We're all friends. 兰斯好像真的没有恶意，他们这趟出来给亚历山大带了许多食物和物资，看样子像是真的打算要帮助他们。刘金也把大家伙召集了起来，先是和众人讲述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接着又把兰斯给请上台，表示这次回来是联邦想和亚历山大外交。兰斯先是简单的做了个自我介绍，还说了很多的客套话，大概意思就是他很惊讶于亚历山大的规模，还称赞他们并入了其他社区。但现在来看，这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们想留下，联邦可以提供人工和材料帮助亚历山大重建，也可以像尤金一样加入到联邦，过着更好的生活。大伙对于他讲的地方很向往，但心里也有些顾虑，怀疑联邦的真实性。经过一番思考，好在有尤金作为担保，众人的心里都有了自己的决断。就这样，绝大部分人都选择来到了联邦生活，因为没人想在外面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只有马基和利迪亚等人没来，他们甚至离开了亚历山大，重新回到了山顶寨，因为马基不愿相信陌生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们开始逐渐适应着联邦的生活。每个人在这里都有了自己的工作，例如卡罗尔接手了汤米的蛋糕店，因为烘焙是他的拿手活，而达里尔则承担起了照顾朱迪斯和 RJ 的责任，每天是既当爹又当妈。虽然这些天过得很开心，可努哥始终是不习惯有着束缚的生活。康妮姐妹俩则干着末世前的老本行，成为了联邦里的记者，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处结印采访政客。顺便提一句，末世前帕梅拉的叔叔就是被康妮给举报，然后驱逐出了国会的。杰瑞一家4口自打来到这里，每天都过得非常踏实快乐，因为孩子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以西杰管理着小动物，观赏的人都被他逗得很是高兴，只不过脖子上的肿瘤会时常发作。而加百利也是重操旧业，做起了神父。公主也换了以往的穿衣风格，换上了清新的公主服。今天是万圣节，帕梅拉难得出现在了广场上，和公民们一起庆祝着节日，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和谐。到下午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达里尔和罗西塔同时从宿舍走了出来。此时2人已经换上了训练服，因为他俩准备应聘暴风兵。由于2人还在训练阶段没有转正，所以也是囊中羞涩，直到现在还住在破旧漏雨的公寓里。罗西塔也是感慨道，希望能快点转正，发了工资就能住进新房子。他已经受够了这犹如纸糊一般的宿舍，突然操心钱的事一时还真让他适应不过来。讽刺的是，在他们住的公寓墙上还写着平等2字。不多时，2人便来到了训练场地，由指挥官墨瑟对他们进行训练考核。墨瑟对着众人说道，今天要训练的目的不光是杀敌，更多是想看看他们的协作和能力。指出了训练任务后，墨瑟开始下达指令，他要求队员2人一组，进入到旁边房子的最里面，击杀身上带着红色标记的丧尸，最快的一组获胜。这次的考核难度在于2人只能携带一把匕首，彼此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随后墨瑟开始划分小组，罗西塔和旁边的男人一组，
而达里尔则是和另一名男子一组。You mind if I go with Espinosa? You make a good team. Could ask for your opinion. 达里尔也只能作罢。罗西塔倒是和搭档热情地交流着，给人家小哥聊得开心不已。弩哥的搭档想和他握个手，但被热脸贴了冷屁股。So Jake. 随后墨色举起右手，示意他们做好准备。哨声响起，四人迅速冲进了屋子里。